魅姬靠在那男人身上，伸手挠了挠那人的下巴，那人反握住魅姬的手，两人动作亲密无间。魅姬，以前的你虽是鬼，却毫无怨气，何至于动用邪术，变成如此模样？魏无羡看着眼前的女子，模样未变，却一身怨气冲天。魅姬放开身边那人，对他道：“这不是寻不到你了吗？”他得知消息，急匆匆跑到乱葬岗的时候，魏无羡已经身死1个月有余了。他听到的夷陵老祖魏无羡修炼邪术，百鬼反噬，灰飞烟灭。他以为每次都能找到他的，他总是能活成人的忠心，不管好的坏的，到哪都有他的消息。可是这一次，人问不到，鬼寻不到，当然自己也找不到，人间黄泉都再也没有魏无羡了。之后，他便喜欢找修行鬼道的人下手，或打扮相近，或身材相似，或容貌接近，或多或少都能让他看到魏无羡的一些影子。可远远不够，那是魏无羡啊，别人怎能相比？再也不会有人能那般动他心弦了。所以他想，既然寻不着了，他便自己做一个勾来体型相似的男子，命令他去修习鬼道。面貌不一样没关系，很早以前他就知道有一种邪术可以改变容貌，想造成什么样子都行。此法甚邪，以前是看一些要将容貌变得美若天仙，再去勾魂吃人的邪祟用的伎俩。他天生有别的能力，原来对此嗤之以鼻，现下自己竟用了起来。他花了好多年，拼拼凑凑才做出一个满意的魏无羡，定期给他换脸。而因以邪养邪，他自己也已是邪气缠身。不过他不在意，本也就是只孤鬼，邪不邪不重要，只要那个人在就好。他的第一个作品正需换脸时，竟意外被江城抓走，进了莲花坞。他知已是不可能夺回来，便将他的怨气全部抽走，让他暴毙在莲花坞的地牢。有了第一次的经验，第二次更是做得得心应手，不再有仙门大世家的地盘动手，但又要寻到人杰地灵的地方，荒山野岭也没那么多貌美之人给他作用，所以挑了巴陵。难怪当初那个男人死的蹊跷，原来是丢车保帅。江城哼了一声，他当时便觉得是有蹊跷，抓来的那男人明显不像有自主意识，什么都没问出来，突然就暴毙了，所以他便一直派人留心盯着，是否有类似的事发生。这次也是得了线报，才匆匆赶来的。小公子，我一直在找你啊。魅姬声音变得无比轻柔，好似能从中听得出万般柔情。哦，这么说来，你是因为思慕我？魏无羡轻笑一声，又问他：“那思追呢？你为何要对思追下手？”小公子，你一回来，竟然立刻就结了道侣。魏无羡被献射后不久，与蓝忘机结为道侣，住进了云深不知处。而云深不知处，魅姬更是没法进入。我本也想就此放弃，可是那日遇上那个小孩，他竟然是当初乱葬岗上小公子很疼爱的那个孩子，我便想着，若他出事了，小公子定会寻来。魅姬虽然说得动情，但魏无羡心下蹊跷。魅姬如何得知思追身世？怕是不简单。魅姬只是想再见见你而已。他媚眼微垂，好不可怜。魅姬，很早我便说过，不要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替自己的罪行开脱。魏无羡厉声道：“你控制活人，杀人剥皮，你利用此人修习鬼道，引来邪祟怨气，难道不是全被你吸收，为你所用了？”魅姬被他问得哑口无言，只好不答话。魏无羡又道：“把思追身上的束解开。”好。魅姬眼波流转，嫣然一笑：“只要小公子跟我走，我便把束解了。”魏无羡斜了一眼和自己前世容貌一样的男人，道：“你不是有他了吗？”魅姬笑起来：“他呀，他是很好，很听话，不过脸太麻烦了。小公子愿意过来的话，我也可以让你这么听话的。”说罢，用手戳了戳身旁男人的脸，笑得一脸千娇百媚。或者小公子你不喜欢他，那这个男人我不要了，只要你跟我走。魏无羡冷冷地笑了一声，拿起手中长笛放到嘴边，岂料对面魅姬突然提剑刺来，魏无羡只好用陈情格挡，但魅姬身后的男人已经吹响长笛，一时间鬼影重重而至，一团团黑烟四下窜起，将他们分别包围。突被抢了先机，魏无羡一时不慎，魅姬伸出手来，竟是将他左手牢牢抓住。“你干！”话还没说完，魏无羡感觉眼前一黑，四周风景人物全都不见，天地间骤然安静下来。那边蓝忘机直见散了几个怨灵，看见魏无羡突然不动了，想去他身旁，却是突然眼前一黑。三小辈一边打鬼
一边叽叽喳喳：“怎地比上次还多？韩光君怎么了？魏前辈也不对劲。舅舅，上次丝锥也是突然这样。”江城提起紫电几鞭挥出去，可是效果并不理想，怨灵实在太多，散了几个，立刻又围上一圈，心下暗叫：不好，这女人怕是还会什么其他招数。刚才攻击蓝忘机那一下，并不是为了攻击，而是为了施术。这样看来，魏无羡和蓝忘机想必都已经中招，他内心十分不安，着急起来。蓝丝锥缓缓睁开眼睛，温宁正在一旁守着他。宁叔叔，他想撑起身，发现自己右手完全动不了，复又躺了下去。阿月，你醒了。宁叔叔，你怎么在此？我怎么了？蓝丝锥昏迷时一直反复的在做噩梦，现下感觉脑子还是懵的，便在脑中迅速的搜寻之前的记忆。你受伤了，金陵小公子召我来的。魏公子和蓝二公子也来了，他们一同去找打杀你的女鬼，找让你恢复的方法了。我留下来照顾你。蓝丝锥用左手勉力撑起自己，对温宁着急道：宁叔叔，你快去帮魏前辈。温宁不解，他语气充满慌张，继续道：那女鬼会窥视人的记忆，我就是被痛苦的记忆困住，才动弹不得。魏前辈现下没有记忆，很多事情都不知道真相，若是被迫知道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魏无羡在看到画面时，他站在山谷之中，两侧山上全是弓箭手齐刷刷的举剑对着他，为首有一人喧嚣着喊着什么，风呼啸而过，他听不太清，只见眼前金子轩对着他大喊：住手！住手！什么？不待他反应，就见温宁已经一拳打穿金子轩的胸膛，身着金色衣袍的俊美青年睁着眼就倒在他的面前，最后口中还呢喃着：阿离还在金陵台等你。这是什么？忽然画面一转，黑夜，鬼哭狼嚎之声不绝于耳，鲜血淋漓洒落他的眼前，身边的人都混战至一团。江城抱着江燕离，表情痛苦，对他大吼：魏无羡，你不是说你能控制得住吗？他都来不及思考，冲过去跪在江燕离身边，双眼流下泪来。江燕离虚弱地看着他，声声道来：阿羡，你刚才怎么走得这么快到我都来不及看你一眼。师姐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阿羡，你先停下来。江燕离在劝他，他还什么都不明白，就感觉自己的眼泪噗噗地往下掉，然后江燕离不知哪来的力气，一把将他推开，顿时鲜血染红了他的整片天地。江燕离是魏无羡在这个世上所有的温暖和光，然而现在温暖没了，满是一片冰冷，光没了，天地尽是黑暗，画面又没了，天地一片混沌。魏无羡站在那，早已泣不成声，泪流满面。媚姬飘荡在他身边，手扶上他的胸膛，在他耳边轻声吐息：小公子，媚姬给你送的礼可还满意？魏无羡怒目而视，咬牙道：你给我看的是什么？媚姬轻轻笑起：是小公子你的记忆啊。魏无羡瞪大了双眼：这是我的记忆？呵呵呵，对了，小公子都不记得了，他们都不告诉你。媚姬笑得更开心了。小公子，我再给你看一段吧。说罢，魏无羡眼前画面又突然显现，是不夜天，蓝忘机浑身浴血，正与他召来的凶尸恶灵拼搏，而心中的痛苦和恨意已经快要将自己吞没。他孤独地站在那里，怒火仿佛要将一切燃烧殆尽。耳边媚姬的声音响起：看，蓝忘机和他们是一伙的。他声音充满了邪魅。他们都在骗你。蓝忘机在看到画面时，他在酒楼里，魏无羡面色不善，对他道：请回吧，韩光君。他知道自己想伸出手去抓住他，哪怕再多说一句话，可始终没有勇气。接着画面一转，他们站在一处山脚，魏无羡比刚才看到的消瘦不少，面色苍白，勾起嘴角对他笑了一下，不知为何，他竟从这抹笑中感受到一丝悲凉。魏无羡道：再见，蓝湛。他知道自己有多想伸出手去，却依然始终没有动作。画面再转，黑夜降临，恶灵凶尸与身边的人缠斗在一起，呼救声呐喊声混为一体。可他顾不得其他，魏无羡浑身染血，颤巍巍地站在那里。而他分明看到魏无羡在哭，他心中的明朗少年惨白着一张脸，犹如鬼魅，双眼迷离，好似没了魂魄，
感觉下一瞬就要倒下。他心中颤动，不管不顾便向那人跑过去，想伸手拉住他，可眼前的画面突然消散。在转眼时，他不知为何跪在一处荒草丛生的山上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